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昨天我们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比特币目前已经进入到第四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的这个位置。由于第三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在唐僧阳线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没有经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提到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也就是说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它容易走出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但这个位置完全没有经历大幅度调整之后，就进入到第四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当中。因此呢，在本周我们看到比特币从$69,000到$59,000一个插针式的下行动作。同时呢，这个插针式下行也同步了美股的下跌同时呢，在这个位置上也是回应了前高前高在21年也是$69,000高点之后调整了3年之后重新回应了这个高点，所以呢，高点位$69,000必然存在非常重大的压力位。点到为止之后迅速回踩，回踩之后形成了多空两个方向上的筹码缺口，然后开始进行回补。那么昨天我们画出了一个基本的结构就是这个下跌之后反弹，然后再次下跌，反复围绕的这个下跌形成的缺口形成三角形结构。那么这个收敛三角形结构目前来看，在小线级别这个角度看这个角度是过大的，所以呢，容易继续回踩一个小时线级别144均线或者169均线，到达$64,000附近之后，再次重启。总而言之呢，目前对于比特币来说，是一个横盘震荡整理修复缺口的一个阶段。那这个缺口修复完毕之后，第四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预期仍然存在，我们上方依然看有能够出现周线级别8进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依然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最近2个交易日以太坊不断冲出新高这里我们看到了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了反弹，同时呢，这个反弹的位置也是在焦点位。那么焦点位是一个容易发生变盘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以太坊对标比特币的交易对在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反复变化，首先是跌破了缓跌段，进入急跌段，急跌完成之后迅速反弹上来，1次反弹2次反弹，最终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诡异的结构。但是这里面是存在规律的首先呢，下跌收敛三角形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生跌破，由于焦点位的吸引力作用迅速打了回来，打回来之后呢，上边线波峰连线构成的上边线构成了一个压力，所以呢又回敲下去之后重新反弹上来。总而言之呢，下跌方向的收敛三角形容易在跌破之后出现快速反弹，那么这个反弹趋势一旦成立的话，将对以太坊对 USDT 的价格构成一个利好。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以太坊在事实上从23年10月至今的5个月当中经历了2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目前第2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走得非常连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8阶阳线、沙僧阳线和上方的唐僧阳线到达$3,900附近，事实上这里是存在压力的。因此呢，虽然以太坊目前是一个不断冲高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要提防的是在4小时级别上以太坊做一个调整，甚至是在日线级别上做一个调整。那么这里的结构就非常重要了，我们可以看到下方底边线存在一个支撑，这里的支撑后边会瞬移到$3,400，因此呢，如果以太坊发生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到达$3,400的话，这个位置是存在支撑，是可以进场的。同时呢，我们认为以太坊在后面的行情当中一定会出现类似于比特币的周线级别的第3轮次的上涨，这将是以太坊非常巨大的一轮牛市行情。那么从低点我们看
低点的位置是1145美金。那么上轮行情比特币的涨幅从低点到高点是20倍，那么以太坊我相信也会有超过20倍的涨幅。如果是单独看以太坊的话，从81.79美金涨到48.68美金，上轮牛市涨了57倍。因此呢，以太坊如果从这轮低点这轮行情的低点1000美金来算如果能够类似于上轮行情，将会达到5万美金。总而言之呢，我们保守计算，如果以太坊这轮行情类比上一轮比特币的牛市的倍数比特币的倍数起码要达到2万美金上方因此呢，这次昆凯升级对以太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利好。在落地前后虽然会有更大的波动，但是呢，以太坊将会迎来一轮超级大牛市。然后呢，重点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这轮行情的热点币种PEP 是某某板块当中的一个领头羊。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目前看到了周线级别上对于 PEP 来说走到了沙僧阳线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到下方有悟空阳线，悟空阳线是一个标准性的突破下跌趋势的一个阳线。悟空阳线后面这根是干扰型 K 线，要合并到悟空阳线当中，然后走8节阳线和本周的沙僧阳线。那么沙僧阳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呢，可能 PEP 在高位这个位置上需要震荡调整几周的时间。震荡调整过程当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调整，4小时级别下跌洗完成之后，迅速做4小时级别对称性的反弹。因此呢，这个位置虽然目前来看它仍然非常强势，但是容易走出一个横盘整理的节奏。然后呢，通过这个资金量的分析，我们看到 BONK 打狗棒币这个币种目前资金面上反应活跃。那活跃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看到 BONK 是一个刚刚上线币安不久这是23年12月份刚刚上线币安3-4个月的一个次新币种。那这个币种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前面行情当中看到了一个非常标准的日线级别上涨细由，由悟空阳线、8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构成。唐僧阳线出现之后迅速插针，然后回落过程当中，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下跌洗油，4小时级别下跌洗油完成之后做平行式的震荡，这一点呢类似于 PEP， 但是后面的行情我们认为 BONK 是完全没有阻力的，因此呢，对于 BONK 超级主力也看到了这一点，它的上方是有机会出现周线级别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超级主力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呢，我们在首页24小时资金流入的第8名的这个位置上发现了 BONK 这是一个对于它来说非常积极的信号。虽然它在调整过程当中，但超级主力和资金面上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涨跌24小时的涨跌和资金流入形成了高度的背离。我们看这个排行榜当中24小时涨幅都是绿色的，都是在上涨的。24小时的净流入呢BONK 有8000多万美金8000多万人民币说错了，更正一下。但是呢，它没有上涨，还在下跌。因此呢，对于 BONK 这种资金面和 K 线相互背离的，应该给予一个重点的关注。那既然提到了这个榜单，我们同时在今天也看到了FET RNDR 这个人工智能 AI 板块出现了多个快速上涨霸占涨幅榜前几名的我们可以说涨幅榜非常靠前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是币安的涨幅榜第一是 FET 那么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就认为AI 板块是继某某板块之后开始轮动爆发的一个板块。所以呢，对于这个板块当中的龙头特别是 FET 目前在周线级别我们已经看到了，周线级别虽然走出了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但是本周的行情没有完全结束之前对于它来说仍然是有冲高的机会所以呢，对于这种币种应该重点去看一下。
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跟我订这本书啊，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